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来恩的频道。今天呢，会跟大家来分享一款 WAF 我们的网站防护啊。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当时是8个月前了。现在呢，人家已经越来越强大了。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新的功能，动态防护啊，很多包括跟 CDN 更好的对接之类的这种越发完善。所以我们今天再出一期跟大家来分享非常简单的一个搭建过程。而且有很多改进。看啊，那个时候是46000的装机量，那你再看现在，现在已经是17万的装机量。再看这个 GitHub 的 star 数，能说明一些事情。这边是11K 的 star， 当时是6K 的 star 啊，这个 star 数呢，就是直接翻倍了，将近。那它是怎么用的呢？它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反向代理，只不过这个反向代理很强大啊，防御做得很好啊，包括 CCA 的防御啊，有一些防渗透的技术，就是更高纬度、更精细化的防御。那像我们防 CCA、防 DDoS 呢，都是很粗暴的这种攻击方式，其实要防也是比较好防的。尤其像这种搞金融或者说搞企业级的，那可能雷驰做的这一款才会有真正的意义。那做雷驰的反向代理服务器的话，服务器配置应该要稍微好一点，2核2G 差不多了，因为它其实内部集成了 Nginx 的许多功能，再加上雷驰自己的语义分析算法。常规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些正则呀、基础的一些表达式来监测我们的一些恶意攻击，包括我们的篡改、注入这类的。那雷驰这边它有自己的一个分析，正常流量的一个清洗，能够更加精准来去监测恶意的行为，所以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因为它提供的都是企业级的防护，对高性能、高并发、高可用这3方面有很高的一个要求，还包括很多扩展的一些功能。我知道的 B 站的话，好像就是用的雷驰，像其他的一些企业也都应用了雷驰相关的一些服务和技术。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搭建这个雷驰。我们找一台机器，那好，我们连上一台最新的无班图系统服务器。我们运行科技蓝的一键脚本，当然你直接用官方的也是可以的，但是哪个方便你自己用哪个。这边选择 Y 我们选择11面板工具19，雷驰直接 Y 进行安装就行了。因为它是运行在 Docker 环境下的，所以我们会监测优先安装 Docker 安装完成以后呢，我们就自动执行雷驰的脚本了。这边呢是让我们输入目录，我们选择回车。这边是在监测你的存储空间，看够不够，会需要5个G 的剩余空间。那我们选择 Y， 然后它就开始下载它的配置文件，开始 Compose 部署。这一套呢全都是自动化的，这是为什么我让大家用 Lion 的脚本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不需要管前期准备工作。有可能你是 Rocket Linux 或者 Alma Linux 这些非主流的 Linux， 那雷驰这边安装 Docker 的话，它会用官方，有些系统可能不太支持，那所以 Lion 这边呢会全部都兼容。这样的呢我们就搞定了。搞定以后呢，我们输入这一个你的 IP 加端口9443，以这种安全模式来登录。它当时是一个动态密码登录，现在改成比较大家好理解的、使用习惯比较好的用户名和密码，类似于其他的一些面板的登录方式。以前的动态码其实是挺方便的。好，那我们这边呢，输入用户名，输入密码。你用官方命令装的话，有可能忘记密码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复制一下，你在你的终端里输入，你就可以获取新的密码它是一个重置密码的意思。那我们直接点确认。这样呢，我们就来到了雷驰的后台界面还有语言的切换，以前是没有语言的切换，多了，还增加了一个专业模式。那这一类的 GitHub 上的开源项目呢，大部分都是社区版加专业版的这样的组合，那也是比较科学的。扩展工具里面呢，会有很多长亭科技的周边软件，其他领域的软件，或者说赞助商的一些软件，都是会在这个地方拿家呈现的。那我是拿的人家 demo 站跟大家讲一下他们的这些指标，今天的请求数，还有今天的拦截数，今天的拦截的独立 IP 都是通过什么渠道拦截的，有没有触发频率限制，有很多种拦截方式可以看到。这块就是实时的 QPS，
我们可以发现甘肃、上海啊、北京啊这些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我们仅看拦截的话，同样也是这些区域的流量比较多。这是30天的访问，这是30天的拦截。你这边可以看到专业版的一些数据，就会更加详细一点，更加精准一点。然后这种趋势图呢，可能就会更加酷炫。客户端大多部分都是 Windows 来访问的。看到浏览器 Edge 的偏多，这边呢可以看到响应的状态码，就比方说200都是正常的，429可能跟证书有关，404呢就是找不到资源，这些我就不是很清楚了。还会有外部来源排名，所以专业版这块的内容是非常详尽的，是很 Pro 啊。它其实分了2大块，一个是域名，一个是页面，这样的层级来分的。高级玩家呢还能看到7天的一个走势，还有30天的走势。防护日志这块分了2块，一块叫攻击监测，攻击监测就是哪个 IP 拦截了几回，它是在什么时间被拦截的。你也可以看攻击日志，可以了解它是什么类型的攻击，你也可以用 AI 去帮你分析一下，帮你去解读一下这个攻击行为带来的风险。功能挺屌，对，还是很强大的，一些细节做的非常 pro， 可以做这些过滤筛选。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哪些站点在被防护啊，这些都是它的一些演示站。那我们怎么添加网站？这边添加网站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需要在后端先做一个服务出来。那我们搭建一个网盘出来吧，这个网盘在我们的视频里头出镜率是非常高的。这样就搭建好了我们有 IPv4、IPv6 的网站，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IP 加端口，端口是5212，把这个先存一下。雷池这边呢，我们在站点管理里面添加站点这块呢，我们需要去解析一个域名到这边，然后填到这儿，我们就解析到我们这台雷池的服务器上。我们需要用到雷池服务器的 IP， 打开我们的域名提供商 Cloudflare。选择一个域名，选择 DNS 选项，添加一个域名，那我们就拿主域名就可以了。这边就用雷池服务器的 IP 地址，然后去关联做解析。那我们点击保存，好，我们就拿这个域名复制一下，回到雷池面板，输入这个域名，这边给它一个443这个 HTTPS 的协议，添加，给它一个80 HTTP 的协议 ，OK。上游服务器就是我们刚才的网盘，这个网盘我们就把这个复制一下。OK， 它这个要带斜杠斜杠，就 HTTP 冒号斜杠斜杠这样的格式是正确的。它这边还支持添加多个上游的服务器，就可以实现负载均衡啊这样的一些操作。那当然是需要升级到专业版的才能去使用的。这边呢，我们就给它备注一个网盘这是其中一个站。这边的话，证书我们要去再申请一个证书，添加证书。如果你有现成的话，公钥私钥添进来；如果没有，就让它免费申请。输入你刚才的域名，随便给它一个邮箱，点击申请。好，这样证书就申请好了。那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页面，我们就可以选中，然后我们就点击创建就行了。这样我们站点就已经创建好了。点进去，你先访问一下它能不能正常的打开我们的网盘，来到一个无痕模式，回车。OK， 网盘正常的进入。那我们输入刚才的这个用户名，输入用户名，再输入一个密码。那这样呢，我们的网盘就登来了，我们就可以传一些文件进来。我们找一些图片比方说这个丢进去。OK， 就已经传上来了。你可以在这上头进行一个查看，你可以把这些都传上来。看到这是雷池那不光是传图片，还能传其他的。然后这边呢，我们就刷新一下，对，我们就可以被嗅探到很多被保护的路径。雷池这边都会做语义分析进行保护。而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对你的站点进行这4个主要功能的设置，来保护你的网站安全。首先是频率。频率的话，访问频率和攻击频率都可以进行设置，默认值就是 OK 的如果根据你自己的需求，你可以自行的细节去调整，可以全部开启。人机验证的话，根据你自己需要进行开启。开启以后呢，它这边的效果就像它展示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就类似于质询5秒盾这种状态。在访问这个页面的时候就质询5秒盾了这样的话你才能进来，就多一道防护。那这些呢都是之前的功能。
这个是我们这一期主要讲的，它是一个动态防护。动态防护分了 HTML 还有 JS 的动态混淆，最后呢是图片的动态水印，这个是新上的3个功能。快速加密混淆是要开专业版的，然后 JS 这边你也可以去添加，还有包括你的图片水印也都可以添加。图片水印显示的呢就是你的网站的域名。我拿到一个网友的水印照片，大概就会长这样的，就是网页上访问的图片都会带水印。自主产权的可能这个东西还是比较管用的，怕盗链嘛。这些带小标的就是专业版专项功能，这个地方呢你可以添加一些路径，它这边能嗅探到的路径都可以添加这样的去添加，点击它就加进来了。你点击保存，这样我们动态防护就全套齐活了。首先给一个质询当前站点动态防护，我们看一下它这边的源码它这些代码应该都是已经被加密过的，反正我是看不懂，专业人士去看一看。雷驰这边反向代理效率其实挺高的，速度挺快，你这边可以再创建多个网站就不光是这一个网站了，反向代理 WordPress、反向代理 Hello 这些博客类型的网站也都是可以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接入了 Cloudflare CDN 以后，我们如何做拦截它站点防护这块有个代理设置，这块呢从网络直接获取，不开 CDN 的时候用的。如果想使用的话，你就取上一级，用这种方式CDN 的 IP 就能被你抓取到，更精准的去拦截这种从 CF 过来的 IP。我们点击保存。如果你是没有开 CDN 的话，那你就用第一个就可以了。这边的话，你可以强制 HTTPS 开 HTTPR 这样的。如果你有 IPv6 的话，还可以去监听 IPv6，这些你都可以去选择开启。补充规则里头这边就会更专业了，大家可以感兴趣自行去研究一下。系统设置这边大家可以关心的就是它支持报警的一个通知，你也可以走钉钉、飞书、企业微信都是可以走的。攻击的一个预警，这些你可以接入对应的 API 来获取通知。这个时候呢，回过到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有数据在产生了包括这些数据都已经出现了。所以随着你的网站日益在运作，这些信息都会填充，会帮助你更好的分析攻击流量和正常流量，来去做正确的防御和应对。那这个是大概雷驰加网盘的这一台机器的一个占用情况。最佳实践的一个方案，建议大家就是雷驰单独是一个服务器放，你的后端服务呢在另外一台机器，这样的让雷驰无后顾之忧可以更好的去做流量的处理，然后再传达到后端。所以你要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一台机器上来讲的话，测试环境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正式环境的话可以去遵照最佳实践来处理。那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关于雷驰最新的动态防护，还有我们 CDN 如何去使用获取真实 IP 的视频分享。如果感觉有帮助的话，欢迎大家订阅、转发、评论，积极跟我互动。那未来雷驰这边有任何新的进展，我也会第一时间关注，毕竟越来越完善了。有些小伙伴呢觉得靠谱的话，就可以稳健的迁移去部署雷驰，帮助我们在互联网中更好的运作自己的网站。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